这4种蔬菜是升糖王。血糖偏高的人真的要少吃，再爱也别多吃。王女士今年48岁，爬山、跳舞、徒步样样信手拈来。虽然身子骨看起来还算硬朗，但只有家人知道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院治疗。尽管医生多次嘱咐日常饮食要注意控制血糖，但她本人总觉得，人活一辈子，如果连吃喝都不能随心所欲，那活着也没啥意思。终于那天，因为亲戚来访，没管住嘴，在外面吃完大餐回来，就出现了眩晕的症状，在沙发上躺着躺着就昏迷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幸亏当时家属发现的及时，送医检查后发现血糖超过30ml 以上，属于高血糖高渗昏迷，医生诊断是酮症酸中毒，需要立即展开抢救。通过电解质纠正了20分钟左右，王女士才逐渐恢复呼吸，但很快又出现了剧烈抽搐、心率、血压大幅下降和失颤的问题。除颤半小时后，她的情况依旧没有任何好转迹象，心率依旧不断下降。10分钟不到，人已经在手术台上没了心跳，最终以脑死亡宣告逝世。每5秒就有1人因其死亡。2021 IDF 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曾统计，全球糖尿病患者总人数有 5.37 亿，预计将有670万患者可能因糖尿病或其并发症死亡，也就是平均每5秒钟就有1个糖尿病人死亡。大家对糖尿病应该不陌生，常见表现为3多1少，也就是喝水多、尿多、吃得多以及体重下降，有的人还会出现乏力和肥胖等情况。此外，糖尿病前期还可能出现一些非典型性症状，比如视力下降、手脚发麻、皮肤瘙痒、伤口不易愈合、尿频、想喝水以及容易饿等症状。但不是所有患者早期都会出现3多1少的症状，所以很多病人早期无法及时的发现病灶，等病情埋伏个5年、10年，症状慢慢显现，你也就从候选人阶段慢慢转正，成为糖尿病大军中一员。那么怎么才能发现自己是否处于糖尿病前期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筛查。看3个指标，一是空腹血糖，2是口服葡萄糖耐量后2小时血糖值，3是糖化血红蛋白。一般首次筛查结果无异常的，建议每2到3年至少重复筛查1次，如果是高危风险人群，则需要每年筛查1次。糖尿病的危害不容小觑。说起糖尿病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血糖高，但其实它的危害不止如此。长期的高血糖会造成全身性损害，累及各个重要器官，出现其他慢性并发症，让患者痛不欲生。糖尿病并发症可以从眼睛一直祸害到脚趾，因为高血糖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一旦供血不及时，各种心血管、眼睛、肾脏甚至大脑都可能受影响。比如糖尿病会影响肾功能，常见的肾衰、尿毒症都是由此而来。糖尿病还会影响心脑血管健康，诱发冠心病、中风风险。此外，糖尿病一旦神经损伤到脚部知觉衰退，出现糖尿病足，反复感染，可能还会面临截肢。因此，糖尿病的危害不容小觑。有糖尿病一定要积极控制，避免并发症累及全身，影响生活质量，也不利于生命安全。蔬菜中也藏着健康刺客，这4种蔬菜真的要少吃。很多人觉得吃饭升糖快，而蔬菜膳食纤维多，不易导致血糖波动。因此，很多人觉得可以通过多吃菜、少吃饭的模式控制血糖，这个说法其实对也不对。因为很多人习惯蔬菜烹饪过程中放油，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菜的油脂含量增加。如果大量食用，相当于也同时摄入了大量热量，也会导致血糖升高，加上油脂摄入过多，还会导致氧化应激，产生慢性炎症，进而诱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因此，不吃饭只吃菜也是不对的。而且也不是所有蔬菜都控糖，有些蔬菜本身热量就不低，比如以下这几种蔬菜，特别容易升糖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豌豆。豌豆是一种常见的蔬菜，富含蛋白质和纤维，但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低，每100克豌豆中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21.2 克，淀粉含量极高，不宜作为蔬菜降糖使用，也应该适量摄入。豌豆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，
进入血液后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，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食用豌豆时应注意控制摄入量，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2. 山药。山药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但它也是一种高淀粉类食物。每100克山药中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12.4 克。吃了山药后尽量少吃主食，否则也会导致碳水摄入过量。山药中的淀粉在消化过程中会转化为葡萄糖，导致血糖升高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山药时应注意控制摄入量，并且尽量减少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3. 甜菜。甜菜是一种含糖量较高的蔬菜，每100克甜菜中就含糖8到15克，甚至在某些地方被用作糖料作物。如果大量摄入甜菜，容易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上升。甜菜中的天然糖分会迅速被身体吸收，进入血液后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在食用甜菜时应注意控制摄入量，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4. 香椿。香椿是所有叶菜的一类，一般叶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5%， 但香椿却高达 10.9%， 所以糖尿病人也不适合多吃。香椿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，进入血液后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在食用香椿时应注意控制摄入量，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4.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。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特别注意饮食控制，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以下是一些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。1. 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。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，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可以选择低 GI 升糖指数食物，如全麦面包、糙米、燕麦等，避免高 GI 食物，如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甜点等。2.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。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帮助控制血糖。糖尿病患者应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如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等。3. 控制脂肪摄入。高脂肪饮食会增加胰岛素抵抗，影响血糖控制。糖尿病患者应选择低脂食物，如瘦肉、鱼类、豆类等，避免高脂食物，如油炸食品、肥肉、奶油等。4. 控制蛋白质摄入。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，但过量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。糖尿病患者应适量摄入蛋白质，选择优质蛋白，如鱼类、鸡肉、豆类等。5. 避免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，糖尿病患者应避免食用含糖量高的食物，如糖果、甜点、含糖饮料等。6. 定时定量进餐。糖尿病患者应养成定时定量进餐的习惯，避免暴饮暴食。可以选择少量多餐的方式，每天分为3餐正餐和2到3次加餐，保持血糖稳定。7. 合理搭配食物。糖尿病患者应注意食物的合理搭配，避免单一饮食。可以选择多种食物搭配，如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、瘦肉、鱼类等，保证营养均衡。5. 节语。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，影响全球数亿人。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控制，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病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。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，避免高糖食物，保持适量运动，控制体重，戒烟限酒，定期监测血糖和体检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。通过这些措施，糖尿病患者可以有效控制血糖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享受健康、幸福的生活。希望全社会能够共同关注糖尿病问题，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，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。